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今天要来造访这附近的历史建筑旭丘指挥所。旭丘指挥所是从2020年开始整修，历经4年，最近才正式对外开放。从12月27日到明年1月26日有特展，那1月26日之后是不是还会定期开放，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就趁今天假日前来参观。现在距离旭丘指挥所开放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我就先参观一下附近的景点。在三军总医院基隆院区里面有一座白色的小教堂，还有附近正滨国中有顶石阁炮台。那我就先去参观教堂。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以前称为国军基隆医院。 教堂就在前面那里。这边有提到这座教堂的历史。早期蒋夫人每年都会到国军医院这里来关怀及慰问住院的国军官兵。他当时认为这个院区的环境优美，应该要有一座教堂。于是，在民国64年指示妇联会兴建这座教堂。 不过现在这座教堂似乎没有在使用，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上午这个时间教堂没有开放，也没有人在这边做礼拜。我们现在离开基隆分院，要去造访附近正滨国中旁边的一处历史建筑——顶石阁炮台。 顶石阁炮台就在前面180公尺处，应该就是在这附近。可是现在这边都是围墙啊。基隆市立正滨国民中学，哦，太久没来了，有点忘了是在哪里了。这边看不到，我来问一下警卫先生好了。好，谢谢。 下面你会很湿没关系。哦，在这里。现在要经过校园才能进来。这里顶石阁炮台，他有介绍。不过刚刚警卫先生说，这边其实可以通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就在这里。顶石阁炮台。哇！ 看起来真的很沧桑。从这边的编号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里也曾经有国军驻守。不要进去了，要蛇啊！顶石阁炮台大约是建于清光绪12年刘铭传主政的时代，因为在清法战争的时候。 这附近的大沙湾炮台、二沙湾炮台都被法军摧毁，所以刘铭传汲取教训，重建炮台的时候就移往山丘上面，所以大沙湾的炮台就改到这里顶石阁炮台，那二沙湾炮台也移到山丘上，就是现在的国定古迹二沙湾炮台海门天险。不过这一处炮台当然后来的命运比较沧桑。 虽然日本时代也曾经作为炮台阵地，不过后来因为这边兴建国军基隆医院，还有正滨国中的校园，所以整个炮台的基地就剩下我后面所看到的这一小部分而已。现在是基隆市历史建筑，这是仅存的炮台区。 只剩下一小部分而已。现在看到的炮台遗迹，部分是日本时代增建的。
这边有石阶步道可以通往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所以要造访顶石阁炮台，还是可以不用经过正滨国中的校门口，可以从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这边进来。警卫可能觉得很奇怪，我刚刚不是已经走出去了，怎么现在又从里面走出来？现在上午10点50分，我们就走往旭丘指挥所，就在前面不远处。从基隆转运站有公车105、802，可以抵达三总基隆分院这里。那下车大概走200公尺吧。旭丘指挥所就在前面那里。旭丘指挥所，历史建筑。旭丘指挥所完工于1937年，它的前身是松本纪念馆，是当时基隆市役所为了纪念对基隆主港有功的松本虎太而建立的纪念馆。松本虎太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是土木工程师。他在1906年就参与基隆港的主港工程的设计，那他后来也成为基隆主港出张所的所长。那在1945年1月的时候，他还出任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社长。那4个月之后，日本战败投降。不过当时国民政府也将他留在台湾，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顾问，一直到1947年才返回日本。松本纪念馆完工的4年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日本军方也征收这里成为重炮兵部队的指挥所，所以被称为旭丘指挥所，也是今天历史建筑旭丘指挥所命名的由来。从12月27日到明年1月26日，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一休馆，有一系列的展览。名称叫做开吧旭丘 Open House。旁边这里有一栋建筑，这栋建筑可能是类似大门口的收发室。旁边这里有步道。前面这栋建筑就是松本纪念馆。后来的旭丘指挥所，这一位就是松本虎太，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基隆港，松本纪念馆是和洋综合建筑，这里有洋馆立面特色的简介。立面的主要视觉焦点，入口车技的造型主题是来自西洋希腊罗马建筑语汇，包括弧拱、螺旋纹圆柱，立面窗上呈圆弧形配置，窗楣亦是以圆拱造型，整体呈现欧风古典建筑风格。而洋馆的立面特色具有欧风古典建筑及现代主义融合的设计理念。展现昭和时代流行的折中主义风潮。松本纪念馆有包括洋馆及和馆2栋建筑物。战后国军拆除和馆，新竹营舍，目前仅存洋馆。像这个宿舍，现在是有一个咖啡厅进驻。对面还有。基隆新八景投票。这些都没有啦。往后宫、往后母岛那个都没有了。目前旭丘是对排行第一，排行第一，新的，因为它新的，所以它比较。和平岛第2。那我也投旭丘1票好了。没有打到那不错。我的1票也投给旭丘。请我坐那个往海军医院的那个公车上。
旭丘在1927年当选为台湾8景之一，这是当时选出来的台湾8景。这边是我们的主展馆。哦，这边是主展馆。这是旭丘指挥所。基隆很多的历史古迹、历史建物，最近几年都已经整修完毕，陆续开放了。不过大沙湾海水浴场已经消失。松本舞台与主港工程，整个日治时期主港计划，从1895年开始，几乎是日本统治台湾50年期间，基隆港的建设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旭丘指挥所还没有整修前的样貌。这是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他在1949年准备投控时被告发而免职。他曾经一度被监禁在旭丘指挥所这里，后来在新店碧潭刑场被枪决。这张陈仪的照片，他坐的位置就是在这间房间前面的窗前。当年陈仪被囚禁在旭丘指挥所，就曾经坐在这里拍摄了一张照片。我当然知道台湾有很多人痛恨陈仪，不过事实上陈仪也算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作为一个接收大员，他事实上是在一个很不好的状况、很不好的时代来接收台湾，所以闹出那么大的风波。其实责任也不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已，他事实上背负着当时整个国民政府的时代包袱吧，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张学良也曾经被软禁在旭丘指挥所，不过刚刚的展览资料我并没有看到这一段历史。旁边这都是后来增建的建筑。写真馆、职人摄影、地景风味、基隆记忆。这边有简介，战后国军营舍特色。这边的建筑是战后国军增建的营舍。这里有河管基础遗构发掘过程的简介。这是河管基础遗构的化粪池遗迹，洋管依旧在，河管已不在。我上来2楼了，这边有呈现1884年8月5日清法战争战场历史地点再现。法军登陆据点 A， 在现在的仙洞国小一带。这边的展览都是清法战争基隆战场的一些资料。我在基隆也造访过不少清法战争的景点，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例如我在参观法国公墓，
对阵亡的法国士兵致意的时候，没有人会在留言区里面批评我说，这些法国士兵是侵略台湾的基隆，你为什么还去法国公墓向他们致意？同样的，10几年前，基隆人将在当年阵亡的法国士兵列入为基隆中元祭的祭祀对象，承认他们是基隆的好兄弟，也没有看到任何人留言批评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些侵略台湾基隆的法国士兵跟我们的阵亡的清军士兵临位摆在一起，都承认他们是好兄弟呢？也没有人会这样批评。为什么？因为当历史恩怨已经成为过去式，成为单纯的历史沧桑的时候，沧桑是不分彼此的，是可以互相同情与理解。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在参观台湾、日本时代的历史遗迹的时候，大家会只看到历史沧桑，而不是还在乎历史恩怨。毕竟日本的统治已经成为过去式了，而现在的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声称或是有企图他们要夺回台湾。那你还在计较历史恩怨干嘛呢？为什么不能持平的看待那个时代曾经有过的字迹或是历史沧桑呢？我今天的去秋指挥所之旅就以我刚刚那段感言作为结束。那我要去看展览了。今天的旅行，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旭秋指挥所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